对方惨叫一声，慌忙后退，整个街道顿时乱了起来。一群修罗喔喔呀呀地喊着，将他们围在此地，似乎在指责。大法师背后，李长寿不知何时已经盘坐了下来，头顶玄黄塔，闭目凝神。还好有空明道心在，李长寿时刻保持冷静，刚刚的冲动和焦虑此刻已经是烟消云散。阵法、神通，又或者是幻境。惊讶地发现指道人还能连接，李长寿立刻感应留在云霄身旁的指道人，对着外面呼喊几声：“云霄，云霄，我在。”云霄仙子温柔的嗓音传来，李长寿的指道人被捏出了荷包。他借指道人看到了云霄他们此时所处的情形，他们也陷入了一座大城。不过这一座大城在多宝道人甩出漫天法宝的宝盒打击之下，已经再次化作废墟。李长寿叮嘱，让大家不要走散，这有可能是无比高明的困阵。云霄温柔的一笑，你也要照顾好自身，我这里一切安好，莫要让灵儿担心。李长寿又叮嘱了几句，这才是收回心神，对大法师几个人言说了那边之事。他们应该是坠入了另一个幻境不对劲儿，云霄刚刚为何会提起灵河？李长寿蓦然一惊，空明道心轻轻震颤，他凝视着眼前的大法师，又突然转身凝视着侧旁的太乙真人。大法师问：“长庚，你怎么了？”李长寿露出几分笑意，温声道：“师兄，我没事，我再跟那边联系一下。”随之，李长寿闭上双眼，仔细感应着自己的一句句指道人。各处指道人似乎全无异样，自己依然能够监察各处，监察小凶峰、南海、东海、天庭、地府，一切安然如常。但云霄为何会在这般情形，这般语境，提起与此事本不相关的灵河？而且最古怪的是，仙子虽然温柔，但也是分时候的。像刚才的那般大战情形，云霄仙子正常的表情就是清冷。李长寿一言不发，心神在指道人各处挪移，不断的观察，各处如常，但各处都透着不对劲儿。我陷入困境之中，却在安然地找寻此地不同寻常之处，岂不是最大的不寻常？这是怎么了？李长寿善于自省，也不断地去自省。此时他全力自查，很快就发现了蛛丝马迹。周围的这些修罗为何表现得那么像凡俗凡人？他睁开双眼：“白泽先生，请化作人形。”白泽有些纳闷地歪了一下头，随之身周仙光流转，化作了一名妙龄女子，还对李长寿妩媚一笑。果然是这般。李长寿低头掐了一把自己大腿，清晰的痛觉传到心底，但是李长寿随之道一句：“我道，此地不觉疼痛。”屏住呼吸，再次掐大腿，那痛觉出现了一瞬的停滞。没错了，梦境。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何时中招，对方是如何做到的，但这里的确是梦境无疑，而且是他独自一人的梦境。面前的大法师、塔爷的嗓音等等都是虚假，一切由道心而来，一切顺道心之意，因为这里是自己的梦境，全都由道心构想而成。好厉害的手段呢！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已是思索出破解当前梦境的对策。关掉空明道心，仔细地感受着自己心绪波动，而后震荡道心，默诵太清水德篇。心神归一，无物无我，道自恒生，寂静空明。空明道心开！嗡的一下，周遭似天旋地转，元神不断的颤抖，一缕灰色气息自元神飘出，悄然消散。李长寿猛然睁开双眼，
入目是阴暗的天穹，以及缓缓旋转的太极图。先是一扫，顿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他此时正躺在城墙角落，侧旁横七竖八，或坐或倒。一同前来的道门高手一个不少，都在此地熟睡。他们呼吸平缓，身周各有宝物相护，自身毫无伤势。几道灵觉在心底响起，却是太极图的轻笑声。不错嘛，小徒弟，竟是第一个挣脱了梦境。塔爷也道，一群僧人大弟子刚进城就被放倒了，宝都替你们觉得丢人呢。还好小徒弟护住了道门的脸面。李长寿在心底忙问，这是什么神通，如何救他们醒来？此时他可见这一座大城还是那般空寂，血色光柱还在，大殿前却并无任何人影。太极图的一段灵觉再次传到了李长寿的心底，吐槽了几句。他们栽了也怨不得别人，在天地间得意惯了，早已经忘了洪荒有种种神异的生灵。此地不止有些许混沌凶兽幻肾的本源肾气，此物能够催生灵入梦，无法探查，无法搜寻。便是弱一点的圣人进入此地，应当也会被困片刻。此前我们也没能发现异样，不然定会出声提醒。这般本源肾气按理来说很难被采集，估计这背后有圣人出手，也就圣人有这般手段搞来此物。如何助他们脱困？外人无法相助。幻肾是混沌海中最难缠的凶手之一，但他本身并无半点神通法力，只是能释放肾气。肾气之中自成仙国，吸引无数真灵于其中轮转，以真灵为食。本源肾气本是幻肾用来最后自保的手段，中了就必须自行悟透，不然只能在梦中沉沦。放心就是，大徒弟他们悟性也不低，最多3-5日也该醒来了。我在此地护着，自不会有事。果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，宝物还是老一辈的厉害。李长寿眺望了一阵那个光柱，心底一阵嘀咕：3-5日，若是修罗族源源不断的过来送命，怕是只需要半日，那红莲就可以成熟了。换而言之，道门顶尖的一批高手提前出去了，这……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，转身走到云霄仙子身旁，近距离看着她清美无双的脸蛋儿，轻唤了一声：“云霄。”云霄呼吸平稳，似乎梦呓着温柔的话语。李长寿凑近一听，听清了，那是跪下2字，嘴角顿时一阵抽搐。又看了眼多宝道人，这位截教大师兄红光满面，身体在轻微的蠕动，应该是在梦中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，脱光了衣服在宝物堆里面游泳。再看广成子，此时广成子是盘坐的姿势，显然是在中招前发现了异样，但来不及做出应对，已是沦陷。至于自家大师兄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是顺势睡熟了吧？这是一次6大轮回盘面对玉之化身，一次在这儿。感情大法师，您的弱点就是欲睡必睡呗。李长寿嘴角抽搐一阵，为云霄仙子搭上了一件道袍，而后站起身来，走到躺在断墙上的太乙真人身侧，抬脚踢了踢太乙真人的小腿。李长寿面无表情地招呼着：“醒醒，醒醒啊！哎，灵珠子跟玉兔洞房花烛啦！”太乙真人毫无波动。李长寿犹自不放弃，随手一点，一缸冰水浇了下去，又拿出了乾坤尺，轻轻打了几下太乙真人的手心。见太乙真人毫无反应，还放了几个小法术。太极图的威压之下，九龙神火罩等宝物也不敢妄动啊。他爷不由问：“小徒弟，你跟太乙有仇还是怎么的？”没办法。李长寿看着面前已经是面目全非的太乙真人，心里嘀咕道：“在场的也就敢得罪这个家伙了。”他爷不由莞尔。突然间，李长寿察觉到似乎有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
他扭头看向废墟正中的大殿，那里有一道黑影后退2步，躲入了殿中。李长寿冷哼一声，暂时没有去多管。守护红莲业火的那些家伙明显是没有想到此时就已经有人醒来。没办法，李长寿自省的频率着实太高了一些，而且历经被劫运控制的丧尸之痛也算是长了一个记性。不对，我如何确定此时所处的不是梦境？李长寿仔细想了想，倒也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先对上方做了一个道揖，李长寿朗声道：弟子恳请天道老爷降下一道不重的天罚。没反应。那换个策略。天道老爷，此前那2笔功德可否立一个字据？轰隆隆，血海之下风云色变，天道之力凝成了一朵灰云，笼罩在李长寿头顶，落下了一道细细的紫霄神雷。太极图与玄黄塔完全不管，任由神雷砸在李长寿的额头。少顷，李长寿面色焦黑，露出少许满足的微笑，齿间飘出了一缕缕黑烟。这里不是梦境，疼得巨真实，就是这头顶的灰云好像没有要散去的迹象啊。李长寿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扭头看去侧旁的太乙真人，张手一射，将太乙真人与宝石本体状态入睡的白泽招到身前，用力地摁住。咔嚓一下，一道天罚神雷伴着2声惨叫再次闪耀在这一座大城之中。那一座废弃的大殿中，4道身影在断壁的遮掩之下观察着远处城边太极图笼罩之地的情形。那个二教主给的肾气是假的不成？此是何方神圣？怎么可能这么快醒过来？他是天庭水神太清圣人2弟子，近几百年崛起的道门新星，你们不知也在情理之中。天罚？莫非他跟咱们是同类？4个人陷入了沉默。这般关键的时刻，为何原本自觉完美的计划总觉得要出现变数了呢？与此同时，血海边缘，文姨，抱歉，我必须回去。斗篷下的少女叹息一声，躲开前方巡查的一队天兵，身形极快地钻入血海。她感受到了来自于老祖的呼唤。身为修罗族如今不多的公主之一，她必须在这个时刻赶去老祖身边，助老祖复生一臂之力。老祖创造了他们，给予了他们生命，让他们能在洪荒之中存在。为老祖奉献自身本就是理所应当的。他知道文姨在那刺耳的讽刺是为了他好。离开了暗无天日的血海，成为西方教手中的利器，执掌原土，我已经可以不去管血海之事。可族人们在那儿，家人们在那儿，此次文姨不让我过来送死，不错，我已知道，我此行几乎等同于送死。去对抗道门，尤其是对抗那群合力几乎能屠指定圣人的道门大弟子，我或许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，但这就是我的命。耳旁突然就响起了有些低沉的嗓音，在血海中急速穿行的少女立刻就近潜伏。她闭上双眼，斗篷下小巧的耳尖轻轻颤动，机警地探查各处。高手啊，对方的气息飘忽不定，自己竟然无法锁定。突然间，琼霄仙子何必如此躲躲藏藏，还改了自己的味道？长庚师兄叮嘱咱，让咱看好你，仙子莫要让咱为难呐。这低沉的嗓音就在自己背后。斗篷下的少女浑身僵住，目中寒光一闪，豁然转身，斗篷之下闪出了一道剑光。此刻她才看清，自己面前站着一名人形的牛妖。
而他展出的剑光比他的目光还要迅疾。当的一声，一声兵器相撞的响动，那牛妖也就是老君的坐骑兜率宫的青牛，双手握着一把钢枪，雄壮的身形却被直接打飞，方圆百里的血海掀起了滔天波浪。原图剑！青牛惊呼一声，立刻低声呵斥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斗篷下的少女理都不理，自知必须速斩此牛，右手握住原图剑，身形化作一道红光向前击射。青牛眉头紧皱，此刻完全不敢大意，抬手将鼻环取下，向着前方远远一扔，口中念诵：“急急如律令。”鼻环骤然放大10倍，爆发出刺目的金光，显露出金刚镯的真实形态。那少女手中的原图剑竟然主动地挣脱她右手，窜过金刚镯正中，转眼被封了灵性。而金刚镯向前一推，打在少女前身。我的剑！斗篷下的少女不管不顾，身形立刻向前，而青牛此时已然扑至，一拳砸向这少女躲藏在斗篷下的身形。周遭血海污水被仙力荡开，这一拳力大势沉，便是大罗金仙受了也要重伤，月宫嫦娥们肯定要嘤嘤吐血。但是拳锋在离着那少女小巧鼻尖不过半寸处堪堪停住，灰色的斗篷向后飘落，那一根根银白色秀发荡起，她巴掌大小的俏脸白里透红，赤红色的眼瞳之中却带着不甘与倔强。牛牛似乎都看呆了，血海仿佛安静了，青牛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不知何时心底泛起了动动的鼓声。那鼓声又奏起些许乐章，唱的似乎是：阿牛爱上了阿山，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，